一辆客车上，女人抱着沉甸甸的行李四处找座位，看到一个帅哥旁边竟然空着，把行李一放，正打算坐下，还没坐稳呢，司机踩下油门，车子开动了。她吓了一跳，因为感觉坐到了什么硬邦邦的东西上，感觉不太对劲。她急忙转过身去道歉，却忘了还坐在那儿。男人只好无奈地问她啥时候能站起来。她这才反应过来，赶快扶着他的腿挪到旁边的位子上。下车后呢，他又心不在焉的用行李箱从他腿上滚了过去。然后他到了工作的酒店，换好工作服，偏偏在走廊里又看到了女人。他头贴墙壁，神情恍惚。他心想得赶紧躲远点，结果没2小时，送蛋糕时又和他撞了个满怀。蛋糕还没落地，他下意识地冲上去抱住了即将摔倒的女人。女人也被眼前这位帅气服务生迷住了，两人目光交汇，难道这就是一见钟情？回过神来，两人都有点狼狈，赶紧各奔东西。但为了酒店的形象，经理还是让他去道歉，所以他按响了他房间的门铃，可门里却没人应。突然里面传来求救声，他急于救人，赶紧用房卡开门。进去一看，他已经倒在血泊里。他没时间多想，抱起他往外冲。同一时间，酒店立刻联系了急救。医生检查的时候，女人突然笑了起来。就在刚刚，女人换上浴袍，打算悠闲的来杯红酒，舒服的泡个澡。正当她准备迈进浴缸，脚下却滑了一下，人仰马翻的摔了下去。浴室一片混乱，她疼得动不了。这时门外有敲门声，她条件反射的喊救命。直到人进来，她才想起还穿着睡袍，为了保面子，只好装作昏过去了。男人却误以为是自杀，急忙把她抱出房间。她只好继续装着，直到医护人员做反射测试，她实在忍不住，终于爆发出笑声。醒来后才意识到，这次真是闹大了。她没脸见人，对着墙发泄。男人也无奈地问她究竟怎么了，因为他自己也弄不清了。这是他们今天第几次这样碰头了。他其实在夜店就见过他，那时他正忙着跟别的女人调情，没注意到一旁的他在看热闹。第二天他被老爸叫到办公室，原来他名叫车振旭，是大福集团的继承人，和女演员亲近的照片上了头条。老爸气得不行，罚他去度假村里干服务员。那天正是佑美妈妈的再婚大喜日子，而这时大屏幕上竟然播放了自己妈妈的事业巅峰时期照片。那些照片引起了宾客们热议，因为佑美妈妈年轻时的职业有点说不出口，这让在场的佑美有点抬不起头。她气得一走了之，没想到这一走，她一头撞进了命中注定的他的怀里。面对那个一直和自己过不去的女孩，振旭差点发作，但听了她的遭遇，不由得心软了，脱下外套，亲手把她披在她肩上。佑美回到屋后，决定不再在意旁人目光，既然来了，就要好好享受这一刻。正巧在等车的时候，振旭开着超跑出现了。这个女人也太随便了，刚见过几次面，两人就在跑车上大胆放纵。第二天早上，他一边看着车振旭，一边试图回忆昨晚的事。原来振旭曾自称是度假村的富二代，佑美当时怎么也不信，还以为他是趁着工作之便偷开客人的车去兜风。他可不想成为警察眼中的同谋，而振旭似乎毫不在乎，还取笑佑美，告诉他末班车早就走了。1秒前还在拒绝，下一秒佑美就跳进了跑车。振旭得意洋洋的开车，但没多久就因为油箱没油了，不得不把车停在海边。佑美没有办法，只好和车振旭在海边干干的聊天，一边喝着他带来的红酒。聊着聊着，车振旭觉得这丫头其实也没那么糟糕，她的率直反而挺招人喜欢的。佑美倒是把心事都道出来了，车振旭听得认真，还安慰她，说她流泪时也挺美的。佑美听了心里一暖，可这么晚了也挺不方便的，正打算回酒店，这时候车振旭又出手相救，两人目光交汇，海边夜空下的爱意油然而生。在酒精作祟下，俩人开始热情的亲吻。车振旭下意识地把车棚升了起来，就那么定格了。他们在海边的跑车内度过了一个温馨的夜晚。第二天早上，佑美看到裸露的自己，后悔自己的酒后冲动。突然外面传来声音，她一看几个大妈正朝这边走来，只得匆忙穿衣，披上车振旭的大衣逃了出去。他们甚至连对方的名字都没问清，更别说交换电话了。时间一晃3年过去，两人再没相见。车振旭回归集团，成了大福集团企划部部长。虽然不再是那个浪子，但那份高冷还是一样。佑美也没闲着，成功从料理学院毕业了，还很巧的被派到大福集团员工食堂。同学们都说他运气爆棚，毕竟大福集团无论是环境还是工资待遇都是当地最顶尖的，还是个帅哥云集的地方，说不定能谈个甜甜蜜蜜的恋爱。可刚踏进公司准备接受新挑战的他，就被对面电梯里的车振旭一眼认出。如果女人把你睡了之后就玩失踪，再遇上他你会有什么感受呢？车振旭意外地看到了3年未见的佑美，急忙让助理确认穿黑衣的女人是不是他。助理一脸懵逼，觉得他一定是工作太累出现幻觉了吧。但车振旭坚信自己没看错，他的心情复杂起来。
再加上工作忙到没时间吃饭，他突然在会议中晕倒，被送进了医院。为了确保他按时吃饭，不得不拿辞职来威胁，跟他定下了规矩。佑美则意外的被选中，负责制作车振旭的日常饮食。作为新人，佑美自然是喜出望外，但嫉妒的厨师长对他很不客气，还告诉他这不会减轻他在食堂的工作。为了不失去这份工作，佑美每天都提早到公司，她得做好员工的餐点，同时还要准备车振旭的营养饭盒。当张秘书把餐盒递到车振旭面前时，他却只是随便一瞥就大发雷霆，甚至说这早饭做得跟狗食似的。紧接着，佑美收到了重做早餐的通知，她满脸无语，只得乖乖听命。可费了好大力气做好的便当，车振旭竟然连看都懒得看一眼。他劳累成狗，饭却一口都没动，但他并没有灰心。第二天又是满腔热血，细心地准备了新一轮的营养餐，结果却意外发现饭盒被扔在了垃圾桶里。他疑惑地走过去一探究竟，果然饭菜连碰都没碰过就被扔掉了。他的自尊心遭到了沉重的打击，气愤的他直接冲进车振旭的办公室质问。正巧车振旭刚忙完回到办公室，一眼就瞄到了佑美，他正和秘书聊得火热。他感到既兴奋又惊讶，下意识地躲到了角落，随手就把佑美的简历翻了出来。这情节也太戏剧了吧！3年不见的女人，竟成了自己的私人营养师，让他不由自主回忆起3年前海边的尴尬。因为佑美的突然消失，让自己成了街坊大妈们的笑谈。一想到这，车振旭心里就忍不住萌生了报复的念头。第二天，他开始变本加厉刁难，只要饭菜稍有不满就扔掉，迟到1分钟也不收。但佑美每次都会提前发食谱给他，车振旭还是忍不住讽刺他的便当，说既没营养又难吃。一来二去，两人就在短信里对起来。佑美气得控制不住，直接发了个外号给他，他当场就傻眼了。为了保住饭碗，他只好亲自上门道歉。但就在车振旭转过头那刹那，佑美惊讶地捂住嘴巴：“你见过这么奇葩的情侣吗？从相见到确定关系不过2天，可谁也不知道对方叫啥，然后一别就是3年。女人再见到男人时，男人竟是她的上司了。”佑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那张熟悉又帅气的脸庞，让她尴尬的不知该说啥好，最后只能吓得逃之夭夭。在回家的路上，佑美边走边嘟囔：“这绝对不可能。”可车振旭却挡在了她前面。佑美想逃，可哪里逃得了？她只好勇敢地站在车振旭面前，心里还是不停地安慰：“这不是真的。”她还说车振旭肯定认错人了。她看着佑美装傻充愣，车振旭慢慢逼近，还想拉着她上车聊聊，可是想到3年前车里的事，佑美赶紧澄清自己不是那种人，然后就小跑着逃开了。可这更勾起了车振旭的好奇心。回到家，佑美瘫在地上，回想起和车振旭初见的时光，才知道他不是什么服务员，身价竟然那么高。被甩开的车振旭也满心不甘，他想不通佑美装糊涂的理由，毕竟他自视为女人难以抗拒的男人。果不其然，第二天佑美就得到通知，以后部长的营养餐都得由他亲自送到办公室，没得其他选择，只能硬着头皮干。面对车振旭那得意的样子，佑美尴尬的不行。只见车振旭坏坏的站起来，把他提前准备好的海边度假村方案拿出来给佑美看。那些熟悉的照片又勾起了佑美3年前的回忆。车振旭故作神秘问他有没有看到什么不该看的，佑美只好继续装傻，心不在焉地介绍着今天的营养餐。而车振旭的目光却紧紧跟随着佑美的脸，还特别提醒她以后每天都得见面，就像今天这样。到了晚上，车振旭又变了花样，故意拿出3年前他们共饮的那瓶红酒，问佑美要不要尝一杯。思绪飞回那片沙滩上的画面，赶忙摇头说不，辩称自己可是滴酒不沾。看着佑美转身就跑，车振旭却悠然自得，心里藏着还没亮出的王牌。夜幕降临，他忽地拿出一叠钞票，对佑美说：“这是那次邮费的还款。”然后一把抓住了佑美的手。面对这位高富帅，佑美感觉自己快控制不住了，但为了不再犯同样的错误，他坚持让学校帮他换个工作环境。不巧被老张助理撞见，消息迅速飞到了车振旭耳边。被追问之下，他只好以自己的工资和工作量不成正比为由，捶桌提出了辞职。既然决定不干了，就无需再低声下气。他毅然明确了自己的立场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这些都不是车振旭关心的点，他关心的只是为何佑美要离他而去。而佑美给出的答案是他在最不该的时刻做了不该做的事。这话深深刺痛了车振旭。离开了办公室，佑美坐在地上满是后悔。他倒不是担心其他的，只是觉得即便不自己辞职，明天也肯定会被开除。没想到第二天助理就催他准备午餐，还夸他做的便当特别好吃，鼓励他要继续保持。佑美明白这是车振旭的意思，心里不由得有了些许感动。佑美刚端着自己新做的营养餐踏进办公室，眼角余光瞄见一个网红小姐姐正跟车振旭有说有笑，他的心情一下子跌到谷底。尽管车振旭坚持让他留下午餐，但他对比了自己和女人，然后又看看自己满身油渍，
心里不自觉地感到自卑，一路上心神不宁地回了家。他也说不清在期待着什么，没被开除已经算是万幸了，他又不是真的想乘凤凰飞上天。第二天，那女人居然不请自到，还叫佑美帮他搬一大箱东西。到了食堂，他开始显摆，展示他带来的新鲜食材和高级餐具，还说以后要亲手为哥哥准备饭菜。佑美顿时感到棘手，毕竟那本来是他的活儿。那女人还说佑美做的饭总被退回，根本就不合哥哥的胃口。佑美问他为啥非得抢这类工作，他理直气壮地说，这都是婚前的准备工作，她迟早是要嫁给哥哥的。这时车振旭听到了这些话走了过来，他立马否认了他的说法，绕过那女人，直接把佑美拉到身边，在他面前把佑美紧紧抱在怀里。这3年来，车振旭一直在想念着佑美，哪知道却被他误会成了某种玩乐对象，他的心情就像被挖空了一样，心情难过只能找助理陪着喝酒解愁。尽管和佑美的情感只有1瞬，但这3年他没和任何女人交往，就是希望能再见到佑美，重燃旧日情感。没想到自己满腔深情，在他心里却一钱不值。如此优秀的振旭佑美怎会不心动？可他呢，从小就是个胆小怕事的，自己哪敢去表白？门当户不对的他，然后这位强势情敌一出现，佑美更觉得自己痴痴妄想。就在那女人得意洋洋时，振旭突然在关键时刻现身，当着所有人紧紧搂住佑美，说以后只吃佑美做的饭，禁止别人对佑美指指点点，然后不管旁人怎么看，牵着佑美就往外头走。同事们都知道有戏看，个个准备坐等瓜来。可那小网红却是羞愤攥拳。振旭牵着佑美走进大厅，让她快脱下工作服，原来是老板请自己吃饭。佑美既惊又喜，像戏剧一样，但振旭让她别多想，只是觉得他的饭做得太难吃，带他来这是为了提高手艺，回去好好给他做。佑美心想他肯定是在逗他，还问个不停是不是和那主播有一腿。振旭说那只是我师傅的女儿，俩人只有兄妹之情，所以别乱想。听到这话，佑美安心不少，勇气也跟着大了。他试探着问，那句只是我做的饭是啥意思？振旭却淡淡回，没啥特别意思，你是我的营养师，雇你来当然得给我做饭。但佑美坚信那句话绝不仅此而已。这次振旭特别认真地告诉佑美，他的回答像冷水直泼头顶，把佑美心头刚升起的那抹希望直接扼杀。听着老板的教导，佑美彻底慌了神，直接往玻璃门上一头撞。谁知道振旭又一次及时将他揽入怀中，这份真实感觉太熟悉。佑美真的搞不懂面前这男人到底有没有喜欢过他。只有振旭心里明白，今天那些话只是为了给佑美个回应。谁让他总不把自己这位上司放眼里，自己默默等了3年，可不能就这样让佑美得逞。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。他神秘兮兮地打开一个盒子，为了追回消失了3年的佑美，振旭可是费尽心机。明明刚吃过一顿大餐，却偏说还没吃饱，然后打电话给正在休息的佑美，耳边却传来孩子叫妈妈的声音。振旭顿时感觉快要疯了，怎么佑美会有孩子？佑美发现不对劲后赶紧解释，那是自己刚醒的弟弟，以为是妈妈打来的电话，所以就随口叫了声妈妈。振旭急成那样，竟然非让佑美马上去他家做饭，可弟弟才3岁，没人看，佑美只好带着他一块儿去。到了振旭家那个超大豪宅，佑美推门一进去就傻眼了，没想到这富二代居然也会挤沙发过夜。好奇心驱使下，他逛遍了每个房间，发现屋子里空空的，床是个寂寞的字。为了不打扰到他，只好让弟弟在书房待着，自己则沉浸在做便当的乐趣中。经过他巧手一番操办，那便当看着都觉得美味。正当这时，楼上突然响起砰的一声，佑美心里一慌，冲上去一看，弟弟竟然把一个漂亮的首饰盒摔地上了。这下糟了，这盒子看起来就价值连城，卖了自己都填不了这个窟窿。他本打算检查下里面东西破没破，但一转念，他又怎能偷看振旭的私物，还是溜了为妙。振旭回来的时候兴冲冲的，还特地给佑美带了咖啡，进门却连个人影也瞧不见，只有桌上的便当和个便利贴。振旭转身想追出去，却被门口的袋子绊了一跤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是3年前被佑美借走的那件大衣。便当虽然香，但振旭一个人吃却没有味道。一看到那件被佑美还的大衣，振旭气得把那杯给他买的咖啡直接给倒了。佑美此刻还在纠结，是不是得承认自己弄坏了盒子。想着补偿损失，他特意准备了个超可爱的便当，可振旭却当他有图有谋。佑美猜他可能发现了盒子的事，正打算坦白，振旭却提到了那件大衣，因为佑美曾说大衣扔了，他相信佑美心里还有他。可佑美还是在想，那首饰盒该怎么赔。他小心地离开了办公室，却在大堂撞见了朱慧玲。原来他早带便当来讨好车会长，想靠着未来公公的势力稳定地位。现在佑美成了他的障碍，他警告佑美，除了送便当，最好别有其他念头。振旭回到豪宅，也觉得有点不对劲，首饰盒明显被人动过，
唯一嫌疑人就是佑美。他试图镇定自己，但马上就激动起来。3年前，佑美和郑旭在海边的美好偶遇，之后佑美就消失了。郑旭只能靠那件小物品怀念，那本是他珍藏的盒子，现在成了佑美留在车里的东西。没想到被随意翻动，柜子下还藏着一个布娃娃。郑旭肯定是佑美来过，他决定夜里去佑美家问清楚，还拿着布偶当面对质。佑美本来想死不承认，但看着郑旭不放弃的眼神，只好把早准备好的宝盒交出。郑旭突然觉得佑美又在耍傻，一遍又一遍地追问他是否碰过盒子，觉得佑美还真有2下子，说谎都能这么镇定。结果一激动就火冒3丈，这吵闹声吸引了旁边的一个帅哥，他过来挺身而出帮佑美，可郑旭直接质问他算哪根葱。帅哥不甘示弱，一把抱住佑美，还挑衅的让郑旭自己判断。结果郑旭竟然信以为真，呆立当场无语凝噎。但情况并非如他所想，因为那帅哥是佑美的青梅竹马，只是来帮佑美撑场面。这一幕让郑旭耿耿于怀，只好在办公室追问真相。为了不惹麻烦给青梅竹马，佑美只好说这是私事，然后转身就走。郑旭心里那醋劲大发，看着那份超可爱的便当，还是按捺不住要拍照留念。为延迟佑美下班，他故作推辞了应酬。别人都回家了，佑美还得为郑旭准备晚餐。终于到了下班时间，可郑旭听说有人来接佑美，为了做梗，只能硬着头皮让佑美再做碗拉面，做完还非得等他吃完才行。看着佑美那急切的样子，郑旭问他是不是有约会。佑美沉默不语，他就凑近了脸。佑美紧张的控制不住，不小心打了个饱嗝。每次靠近佑美，他总是忍不住打嗝。郑旭突然有了大胆的念头，佑美是因为心动才这样，所以紧张到不自主打嗝。但佑美猛地挣开郑旭的手，还告诉看到他就不舒服，打嗝只是自我防卫机制。这次佑美虽然侥幸脱身，但郑旭显然还不想就此罢休。终于机会来了，真是太疯狂了，外卖员都没他这么拼命，竟然因为老板的一句话，他得独自准备10份工作餐，还得在中午12点之前准时送到采访室。下着命令的正是今天的采访嘉宾郑旭。幸好佑美手快脚利，准时完成了任务。郑旭原本想借机让佑美在朱慧玲面前扳回一城，谁知他却故意点了一份精致的外卖，还让剧组成员自己挑选。剧组的人当然比较懂得挑选有档次的，所以佑美的便当没人愿意碰，现场一时间变得超尴尬。朱慧玲在旁边假惺惺地责备自己，还说自己傻乎乎的忘了哥哥也准备了午饭。郑旭当然明白他在针对佑美，可佑美已经愤然离去，现场人多眼杂，他也不想和朱慧玲纠缠不清，所以他快步追上了佑美。他怕佑美误会，想要解释这不是他安排的，佑美却反倒跟他鞠了个躬道歉，因为他觉得自己被整都是首饰盒的事，他以为盒子里有郑旭送给朱慧玲的求婚礼物。等佑美走后，郑旭才反应过来，原来佑美根本不知道盒子里其实是他3年前丢失的胸针。此刻的伤心的佑美跑进了洗手间，还对着镜子告诫自己别哭，绝不能让郑旭看出他对他的感情。可他刚回到岗位，就接到助理老张的电话，老张让他赶紧去医院一趟，因为郑旭住院了。他匆匆忙忙地赶到医院，发现郑旭真的躺在病床上一动也不动。听老张讲，是郑旭为了不浪费佑美的辛苦，硬是一个人把10份便当全吃完了。其实郑旭实在不忍心看佑美难过，所以才把自己送进了医院。了解真相后的佑美既心疼又自责，却又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这复杂的心情。就连精疲力尽的郑旭还在关心他的约会没成，佑美这才坦白，那只是他青梅竹马帮他撑腰而已。听到这里，郑旭仿佛被注入了力量，马上就转过头，还趁机快速告诉佑美，他和朱慧玲其实一点事都没有，那首饰盒里的东西也并非给他的，可是因为老张之前给他的安眠药，他还没说出那东西，真正的主人就睡着了，他累得直接就睡过去了。你看看，郑旭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，而佑美却趁着这个机会偷了个吻。他怎么这么胆大？就是刚才郑旭硬是为了逗他开心吃下了那10份便当，结果就医院躺着了，这才消除了他们之间的所有误解。看着睡着的郑旭，佑美决定留下来陪着他。他本来只是想帮他盖好被子，结果他在梦中突然抓住了他的手，还把他紧紧拥进了怀里。看着这个深爱的男人，佑美情不自禁的也心软了。第二天他们一起出了院，郑旭回忆着昨晚的梦，似乎感觉到佑美亲吻了他，所以回到公司就把所有工作都推了，只为能早点见到佑美。等佑美来了以后，他又装作病还没全好，故意让佑美来照顾他，这让佑美手足无措。车郑旭已经悄悄绕到身后，双臂一展堵住了所有退路。他被送进医院的事，佑美得全权负责，因此作为补偿，佑美得无条件陪他一起吃10顿饭。佑美心知肚明自己落入圈套，却找不到拒绝的理由，只能随他摆布。下班铃响，车郑旭立刻行动起来，在公司门口与佑美约定相见。不过佑美上车后立刻声明这不算约会，只能算作他工作的一部
部分。况且作为营养师，餐厅选择也得听他的。车振旭表面答应的好好的，却偷偷来了个飘逸秀技术。佑美完全没防备，直接坐飞到了车振旭的大腿上，吓得他赶紧站起，不自觉地保持了距离。这家伙的手段太深了，这么下去终将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。就这样，二人迎来了3年来的首次约会。但佑美选的是个既简陋又便宜的街边小馆。关于米其林大餐的车振旭本不屑一顾这等地方，见佑美津津有味地喝着泥鳅汤，他也只能闭眼跟着尝试。仅仅是一口汤，却让他发现了新世界。虽然看起来平平无奇，味道却意外的惊艳。他便跟着佑美的方式将米饭泡进汤里。不过因为先前嫌弃季维群，结果一不小心白衬衫上溅了汤。佑美立刻动手帮他擦拭，却被他戏称为占了便宜。佑美一时间竟不知如何回应，而车振旭心里却是乐开了花。晚餐在欢声笑语中结束，佑美还特意打包了泥鳅汤。车振旭一时间嫉妒起来，还以为是要带给其他人的。佑美解释说是给家中老母亲的，车振旭这才满意的放宽了心。周末的阳光刚好，车振旭就连佑美的休息也要占用，他无奈的在催促下只好同意。东九脸上的落寞仿佛透露出了心事。为了一场特别的约会，他换上了帅气逼人的装扮，回头率爆表无人能敌。可他却从没来过情侣餐厅，没想到这儿人气这么火爆，竟还要等座，觉得自己身份显赫，不需排队。他拿出名片想要显摆一番，可店长对此毫不在意，甚至还指着旁边的等位箱。他试图用金钱打通关节，却被店长看不起的拒了。店长指了指顾客须知，让他老老实实去排队等位。他气急败坏，大声抱怨起来。正巧被佑美看见这一幕，他连忙过去阻止，边道歉边把他拉开。听到佑美说自己丢脸，他满脸嘲讽。佑美只好解释给他听，这些排队的情侣都是为了爱情早早来排队的，如果是他被人插队也会不爽的。他听了感觉有点不好意思，但听说是因为约会，心里还是感到一抹温暖。终于轮到他们时，他激动地握住了佑美的手，他的心也不由得开始砰砰跳。两人挑了个靠窗的座位，愉快用餐。饭后还一起在街上闲逛。他注意到佑美的鞋带松了，便拉她坐下，细心地帮她系好，搞得他心里暖洋洋的。回家路上，思绪不断飘向他，回忆着与他共度的时刻。或许这就是恋爱的模样。第二天，佑美上班的脚步轻松多了，她甚至主动提出留下来共进晚餐。不过不知为何，这顿饭俩人都显得有点拘谨。平时脸皮厚如墙的他，现在居然也害羞了起来。为了打破这份僵局，他建议佑美跟他一起用餐。可佑美说她做饭的时候已经吃过了。他为了能让佑美全心陪自己吃饭，直接取消了他做便当的任务，还告诉他晚餐已经预定好了。佑美看他又在横行霸道的安排一切，就借口说自己晚上有其他安排，以后约会得先通知一声，因为他也有自己的安排。没想到这次他竟然乖乖点头同意。他哪里知道佑美其实只是想卖个关子，结果玩笑开大了，反倒让佑美处于了被动。他为了逆转局面，只好主动邀请他共进晚餐。收到邀请的他面露得意的笑容，他一把抓起外套就往外冲。这次的佑美却像是有了心事，他的每一个小动作都显得小心翼翼。他问他晚饭打算去哪儿，可他已经取消了餐厅的定位，只好拉着佑美直奔自己家。佑美心里一阵慌乱，深夜跑到他家，难免心里猜疑。男人第一次在家约会，给女人带来了不小的压力。佑美以为他要来个壁咚，就不好意思地闭上了眼，谁料他只是过来关灯，搞得佑美小小失落一番。不过很快他递给他2个盘子，还不忘嘱咐他要小心拿稳。下一刻，这意外的开胃菜让佑美措手不及。车振旭却像没事人，拿着盘子坐到对面，留下佑美一脸懵。车振旭外表看起来是情场浪子，实则心里已经慌得一批，连耳朵都泛红了。但他还是故作镇静，切起牛排，然后递到佑美面前。正当气氛渐浓，门铃声急促地响起，原来是车会长突然查岗。两人吓得不轻，佑美一溜烟跑楼上藏起来。车振旭以为总算是躲过一劫，可桌上的2份牛排出卖了他。爸爸立马疑心他家里躲着女人。佑美这时候心急如焚，不知道该藏哪儿好。然后那个坏了的首饰盒出现了，好奇心驱使他打开了盒子，没想到里面竟然是他的胸贴。盒子一晃手掉在地上，这也让听到动静的车会长肯定了自己的猜测。他直接硬闯上楼，但没找到藏衣柜里的佑美。幸好小黑猫及时出现替他背锅，总算危机暂时解除。车振旭费了好大劲才打发走老爸，佑美却一直躲着不敢出声。衣柜里突然一阵动静，经历了这场惊险，佑美不敢再待，她赶紧坐上回家的公交，心里回放着3年前的那一幕。那时因为匆忙离开，慌忙中上了出租，发现胸贴不见了。原本以为是自己不小心丢了，没想到被车振旭好好保存了这么久。想到他这么珍惜自己的东西，佑美心里甜滋滋的。车会长回到家，越想越觉得不对头，他开始怀疑儿子家里藏人，就打电话给秘书，
让他撤。查这事儿，佑美此刻正甜蜜的犯花痴，结果被车振旭的出现吓了一跳。他借口佑美晚饭没做好，要他负责，要他跟着出差3个星期，任务是给那些外国商人当专职营养师。不过他心里那点小算盘，佑美心想自己这回又得跳进老虎洞了。第二天，他还是穿上套西装，准时出现。佑美那气场全开的模样，让车振旭不禁感慨万千。到了目的地，佑美直接懵了，因为这里正是他和他相遇的度假村，心里那个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。他转身就想逃，结果被车振旭一把拽回，硬是带他进去了。男人让女人先上车，然后像个绅士一样帮他把行李放好。但车开了，女人才开始起疑，因为老板出差居然连助理都没带。车振旭只说带助理很麻烦，还神秘兮兮的不告诉佑美目的地。等他下车才意识到大事不妙，因为这儿正是他和车振旭那晚疯狂后的度假村，现在想逃也逃不掉了。他只能任由车振旭拖着走进酒店。幸好工作上还算顺利，客户对佑美的午餐也是赞不绝口。忙了一整天，佑美终于可以在沙发上躺一躺了。可他刚想放松，门铃就响了。他以为是车振旭，兴奋地跑去开门，结果门外一个人都没有，只看到地上放着的礼盒。他好奇打开一看，里面居然是一双设计精美的高跟鞋和一条漂亮的晚礼服，卡片上还有车振旭的字迹。等车振旭再次见到佑美时，简直就像灰姑娘找到了他的水晶鞋。他微笑着一步步向他走来，每走一步都有种浪漫的气息。但美好的场面总是短暂。旁边的服务员不小心把红酒泼到了佑美的衣服上，好在车振旭反应快，及时把她抱起来。可惜新礼服还是毁了。佑美以为车振旭会责怪她，以为又要多吃几顿了。但车振旭说，就算多吃10顿，都赔不上这条贵的礼服。佑美本来想反驳，正巧酒店经理带着服务生来道歉。这经理正是3年前那个让车振旭向佑美道歉的人。车振旭心里乐开了花，还拍了拍经理的肩膀，等着看他出丑。谁知经理举止得体，示意车振旭作为大富集团的部长，也该为这错误跟顾客赔礼。车振旭当场没辙，只好和经理员工一起向佑美鞠躬道歉。佑美乐得合不拢嘴，幸灾乐祸中还夸了经理一番。经理为了表示歉意，给佑美送了瓶好酒，走前还对车振旭使了个眼色，祝他们时光愉快。他们俩坐在天台，品着3年前的那瓶酒。车振旭回忆起相识的夜晚，深情向佑美表白。谁知佑美对那晚有点后悔，男人伸出手想让女人拉一把，然后却把她一起坑到泳池里。不懂游泳的佑美质问他为啥把她拉下水，话音刚落，佑美就打嗝不止，被车振旭搞得这么狼狈。佑美只好去换衣服，但回头一瞧，发现车振旭浮在水面一动不动。他立刻慌了，想都没想就跳水救人，鼻子捏紧，一头扎进泳池，边喊救命边努力拽着车振旭游向岸边。幸好2个员工及时赶到，3人合力把他拉上了岸。可车振旭这是在演戏，还偷偷跟旁人眉来眼去。员工当然秒懂老板的眼神。佑美看着他们走了，急得快哭了。他以为车振旭真的出事了，忍不住说出了心里的话。说完，他听到了想听的回答。车振旭再也装不住了，这招虽然有点损，但确实有效啊。之后他们俩就坐在泳池边聊起来。因为车振旭的这次恶搞，佑美也袒露了心迹，开玩笑说收藏胸贴这招也挺变态的。车振旭只好怪佑美，是他的突然消失，让他只能拿着胸贴怀念。这话让佑美心里又甜又触动，他忍不住亲了他一下。车振旭陪佑美回房，却舍不得离开。就在佑美要关门时，他挡住了门，脑筋急转弯找借口不走，但佑美只是微笑，然后还是把他留在了门外，让他失望的回去了。虽然出差结束，但上班第一天他们就开始了短信恋爱。车振旭想邀佑美共进晚餐，佑美却说得庆祝家里小狗的生日。下班一看，车振旭就发现佑美青梅竹马来接他，这事儿让他有点不爽，决定去查个究竟，打包了狗粮当礼物，不请自来。连佑美妈都觉得奇怪，这庆生送狗粮也太新鲜了。原来佑美说的过生日的小狗是她3岁的小弟弟小九。佑美不好意思说，就瞎编了个理由让妈带弟弟上楼睡觉。桌上就剩他们3个人，2个情敌激情对视，2个男人话里话外，火药味越来越浓。为了缓和气氛，佑美只得劝酒。几轮下来，青梅竹马醉倒了。车振旭抱着佑美越看越喜欢，正想亲上一口，却也抵不过睡意睡着了。等他醒来，已经是第2天了。佑美去上班了，他妈有急事得出门，只好请车振旭帮忙照顾小九。就这样，车振旭体验了一把临时父亲，他做的还挺合格。小九跟他玩得很开心。车振旭带着孩子经过邻居时，邻居的议论让他侧耳倾听，都说没见过这么帅的带娃爸爸，长相身材都是1等1的好，就连荡秋千都能让宝妈们心动。他俩玩得不亦乐乎，看着像极了父子俩。正好被路过的老爸看到，车会长一头雾水，不知道儿子是在陪谁家的孩子。
难不成他背地里有了私生子？听宝妈们的议论，车振旭也纳闷了。大家都说小九跟他长得神似，他本来想澄清，但小九一直在玩他的耳朵。他犹豫了下，最后也没辩解。回家给小九洗澡后，他好奇问了小九的岁数。小九高高举起3根手指头，这数字让他不由得想起已经失联3年的幼美。幼美回到家，看见妈竟然让车振旭帮忙看弟弟，他有点不好意思。不过车振旭根本就没放在心上，他更关心的是小九的身世。幼美吞吞吐吐地说，小九是妈妈带回的，现在跟自己一块生活。走前车振旭抱怨，看孩子真费劲，一边示意小九看着，一边偷偷亲了幼美。心满意足的他开心的走了，留下幼美脸红红的。车振旭还不晓得，他爸爸正等着审问他，因为他查出了幼美的情况，还找出了3年前他俩的旧照，直问那孩子是不是他和幼美的秘密孩子。车振旭听得一头雾水，只好在记忆里搜寻线索。忽然想起幼美每次说到小九都避避闪闪，再想想小九告诉他的年纪，心里闪过一个大胆的念头。他决定马上约幼美下班后见个面，正好被朱慧玲撞个正着，看见小厨娘竟敢跳上振旭哥的车，气得他直冒烟跟了过去。结果幼美的童年好友也看到了这一幕，就这么着，2车1摩托展开了一场追逐。幼美摸不着头脑，不知道自己哪儿又错了。车振旭整路上脸都阴着，还追问他是不是瞒了什么事。终于把车停到路边，他一把握住幼美的手，让他得把3年前的事情一五一十全讲出来。幼美不懂为啥他突然这么问，但他那紧张的神情让他感到了一种不明的压力，他只好下车逃了。车振旭急忙追上跟幼美说，因为太想他3年来日日夜夜都不安宁，只能埋头苦干转移注意力。现在他要知道幼美的真实经历和心声。听着车振旭深情的告白，幼美终于开口说了真心话。她说自己之所以闪烁其词，是怕车振旭会看清她，以为这种事不会有什么结果。可对幼美来说，这份感情她生命里只给了车振旭。听了这番话，车振旭既心疼又自责，只得把幼美紧紧拥入怀中，安慰她的委屈。这一幕全被跟着来的朱慧玲看在眼里，她气得只想冲上去大吵一场，却被幼美的发小死死拽住。她不懂这男人到底怎么想的，不懂为啥他对幼美情有独钟却不开口，决定自己要搜集证据，一定要让幼美声名狼藉。这剧情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，怎么一个那么帅的儿子会有个这么普通的老爸呢？车振旭虽然坐拥花不完的家产，却从小就体会不到母爱。妈妈在他记事起就选择了离开，为了给自己的家一个完整的未来，他立马决定为幼美搭建一个专属的办公空间。可对一个厨娘来说，办公室有点奢侈，搞得同事们都猜疑他俩是不是搞对象了。车振旭趁热打铁，还安排幼美带着小九出去玩耍，明明是俩人的浪漫时间，结果车振旭却忙着和小九亲密无间，把幼美晾在一旁，他就像个透明人似的，完全被忽视了。车振旭终于意识到了这不妥，赶紧把幼美拉过来，一家3口温馨的共享时光。但是当他们一起享受冰淇淋的乐趣时，车振旭又不经意间忽略了幼美，全心全意的喂小九。幼美小心眼一上来嘟起了嘴，车振旭关心的问他怎么了，幼美吐槽说这更像是俩男人的出游，而他就像个多余的电灯泡。车振旭觉得这既好笑又好气，只得认真的向他保证，今后他不会再单打独斗。话音刚落，他就开始逗乐幼美。一天的约会就这么结束了。车振旭掏出了他准备的礼物，可惜那礼物不是给幼美的，而是送给小九的。他还特别强调了一番，这是父子俩专属的内衣，弄得幼美有点小尴尬。他想让幼美下周带小九去他家里玩，可一想到又得带孩子，幼美就不禁嘬牙花。他没想到车振旭这么喜欢小家伙，但车振旭解释说，不仅仅是因为小九，对小九好是因为他是幼美是一家人。这些天的幼美宛如灰姑娘一般的经历，虽然开心，可总感觉像是在做梦。发小也试探地问幼美，你们2个门不当户不对，这样真的行吗？可一回想到车振旭那真挚的告白，幼美心里就对他俩的未来充满了希望，但心里对玩伴又是一阵酸涩。他既希望幼美幸福，又难以抑制对她的深情。扔垃圾的路上，幼美偶遇了烂醉的朱慧玲，尽管对她没一点好感，但幼美那颗善良的心又不忍无视。谁知道朱慧玲一见到她就没个好话，满嘴跑火车，竟然怪幼美毁了她的人生，说她这个色情演员的女儿没有一点羞耻，还想凭那一夜翻身。她的话犀利的像刀子一样，每一句都刺痛了幼美的心。朱慧玲还没完，她又去找车振旭，嘲笑他居然看上了这样的女人，自己追了12年不成，却输给了一个荒唐的夜晚。小家伙在桌上看着漫画，一老头鬼鬼祟祟的走了进来，左顾右盼，发现没人注意，就伸手想拽孩子的头发。就在这关头，一个声音突然喊住了他。一个大婶气势汹汹地冲他走来，大婶看他一眼就知道不是什么好鸟，直接质问他为啥动小孩子。老头子理直气壮得很，根本不把大婶放在眼里。
两人你来我往吵开了，大婶只好让服务员把孩子抱走。佑美听到响动，也急忙跑下楼来，发现和母亲争吵的竟然是车振旭的父亲大人。看到当事人，车会长只好跟佑美说，他是来确认孩子是不是振旭的。这让佑美听得一头雾水，还好振旭也及时赶到，他立刻给岳母道歉，然后质问他爸：“您这是来添什么麻烦啊？”可车会长反过来还一本正经的说，振旭一直磨磨唧唧的，他只好亲自过问。佑美满脸问号，搞不懂发生什么事。振旭只能干干巴巴的解释给佑美听，他已经知道小九是自己孩子了。还没等他说完，佑美的妈直接不干了，说这父子俩心里打的什么算盘，自己辛辛苦苦生的儿子怎么就变成他们的了。这话一出，车会长当场傻眼，振旭这才意识到自己搞错了，他还觉得是佑美妈在替女儿顶罪，他想听佑美亲口说清楚。佑美哭笑不得，说他早就说过小九是妈妈带回的孩子，是自己的同母异父弟弟。真相大白后，振旭像被放了气的球一样泄气了，自言自语地问自己这是在干嘛。佑美感觉到了他的失落，这才明白了振旭的心思，原来他对自己的好全部都是因为误会小九是他孩子。振旭不知道该怎么回应，只能低着头一言不发。本来盼着孙子的车会长忍不住打断了他们的对话，想把振旭叫回家去，但振旭还想跟佑美多聊聊，可佑美心都凉了，转身就把振旭丢在那儿。公司里会长砰的一声拍桌子大吼，甚至开始质疑儿子的价值观，就为了一个演艺圈女孩，竟把正火的朱慧玲给甩了。他怒吼着警告振旭，他得让佑美从振旭眼前消失，但振旭硬是跟老爸对着干，说他不再是看着妈妈走的孩子了。会长当场没了脾气，当然不敢再胡来。但朱慧玲在节目里情绪崩溃，直播时忍不住哭了出来。一有消息，网上就炸了，网友们议论纷纷，都在猜他是不是被振旭给甩了。还有新的网友爆料说振旭根本就不待见朱慧玲，其实他在偷偷跟食堂营养师谈恋爱，能抢过朱慧玲。佑美到底美到什么程度？佑美的弟弟也被说成是他和振旭的孩子，安静的生活就这样被打破了。佑美只能从美梦中醒来。这女人利用营养师的便利，经常能见到集团老板，还靠着甜美的面孔，轻易俘获了和名主播有染的振旭。振旭脚踩两只船的八卦登上了热搜，本是自由言论的网络，现成了键盘侠撒气的地方。受害的肯定是被人肉的佑美他们三个。振旭的形象岌岌可危，还有更惨的佑美，现在满大街都在聊他们。佑美究竟长啥样成了大家最想八卦的事儿。佑美沉默着一言不发，车振旭内心五味杂陈，他迫切想要走上前去安慰他，可老张却在一旁提了个醒，提醒他这时候不能给媒体留下把柄。就像10完半说的那样，他们这门不当户不对的关系真的行得通吗？佑美只好自我安慰，保持乐观，毕竟这是他的初恋，但也无需非得轰轰烈烈。第二天，公司里两人装作互不相识，但是目光难免会有所交错，毕竟人多眼杂，如果继续待在这儿麻烦只会更多，所以他们约好晚上见一面。佑美含泪感谢车振旭一直的关照，原来他已经决定离开大福集团了。车振旭满脸困惑，但佑美的决心已定，他只能把他紧紧拥入怀中，告诉他不同意。但佑美并不是来听他的意见的，他的心意早已坚定。他坚定地走出了车门，留下车振旭在车内痛苦不已。但佑美放不下的是车振旭啊，他不愿意他因为自己而被众人唾弃。老张这助理还是挺关心车振旭的，他甚至告诉了车振旭佑美的新地址，那是一所遥远的大学里的食堂，和集团的餐厅比起来，学校的活儿可要繁重多了。佑美对此感到有些吃力，每当他看见海边度假村的海报，无意中就会想起车振旭。每当一天的工作告一段落，他都期待着车振旭能发来信息，哪怕只是简单的问候，但收到的却是10完半的消息。在这陌生的地方，朋友的出现给了他一丝温暖。他们聊了好一阵子，发小感觉到佑美的心还留着车振旭的位置，但毕竟他们已经结束了，所以他也鼓起勇气向佑美表白了。他说自己也搞不清楚是什么时候开始对佑美动心的，可能是意识到的太迟，或许还能赢得佑美的芳心。看着平时那个阳光男孩脸上的忧伤，佑美上前给了他一个拥抱，但佑美只得说了声对不起，因为他的心里只能装得下车振旭。然而发小无意中看到了不远处的车振旭，他并没有告诉佑美。车振旭带着复杂的心情默默转身走了。作为旁观者的你，心里肯定也是急得很。这时候那个总是操心的妈妈又在这关键时候添乱，为了重回聚光灯下，她竟然在直播节目里揭露了女儿和车振旭的私情，还把自己儿子被误会成车会长的孙子大肆的拿来炒作，这又让佑美被推到了众矢之的境地。见过我爸是李刚的霸气，却没见过这么抢镜头的丈母娘。为了再次成为焦点，妈妈竟然揭秘了女儿和大福集团太子的恋情。这下刚在学校站稳脚跟的佑美又一次成为了众人的焦点，那些议论和指点又一次把佑美逼向了绝路。而车振旭看到那个视频后，也马上接到了老爸的电话。不过老张助理一把接过了电话，
他鼓励车振旭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，要抓住属于自己的幸福。车振旭被这番话深深触动，他直接启程了，一路狂飙到佑美工作的学校，却发现佑美早已不见踪影。电话里回响着已关机的提示音，车振旭满心复杂情绪，他别无选择，只好直奔佑美家。结果一到就被愤怒的发小一拳头打在了脸上，责备他让佑美在众人面前丢脸，自己却像个缩头乌龟一样躲了起来。车振旭知道自己做错了，他只能恳求发小告诉他佑美去了哪里。他知道解铃还须系铃人，告诉他佑美去了初次相遇的海边。临别前他还叮嘱车振旭，千万别再让佑美伤心了，否则下次不会只是一拳的事。这时佑美已经站在了见证了他们爱情的海边，但倒霉的被一个餐厅老板娘直接泼了他一身水。大婶儿理直气壮，不仅不道歉，反倒责怪佑美没看路。佑美只能自我安慰，好在有个热心的阿姨看到了，那阿姨把狼狈的佑美带到自家店里，听到佑美饿得肚子咕咕叫，阿姨就留她一起享用刚熬好的鲍鱼粥。佑美品尝后发现这粥特别鲜美，由于职业习惯，忍不住问阿姨要配方。阿姨好奇佑美为何对鲍鱼粥这么感兴趣，一问之下才知道佑美是个营养师。这时佑美想起了车振旭曾经说过的话，她最爱的就是妈妈亲手熬的鲍鱼粥，但外面的店做不出那个味道。现在终于得到了配方，可是就算会做，也许没机会再给车振旭吃了。看着佑美那失望的眼神，阿姨建议她骑自行车去海边散散心。同时车振旭在不远处看到了一个身影，他上前想要拦住，可等靠近了才发现错认人了。他失望地继续开车寻找，却没想到与骑单车的佑美擦肩而过。时间不知不觉流逝，佑美已经来到了和车振旭初次相遇的海滩边，目光投向那片无垠的碧蓝，心中不禁涌起两人甜蜜的回忆。同一时刻，车振旭也在附近，回想着佑美捡硬币的可爱模样。就在这一刻，佑美又在路边捡到了一枚硬币，正当他想要拾起硬币，却再次滑落。他追逐着那枚硬币，不料正好被一位男士挡住。佑美慢慢抬起头来，那个熟悉的身影竟是车振旭。眼眶含泪的佑美就在眼前，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，仿佛回到了3年前的那个温暖瞬间。他依旧像那时一样在车里沉睡，但慢慢醒来的佑美却觉得这一切如同奢望。他只想留下这份与车振旭的美好记忆，尽管心中百般不舍，还是泪流满面的独自离开了。趁着他熟睡的时候，他轻轻地亲吻了他一下，然后悄悄下车逃之夭夭，冷酷地留下他一个人在车里默默流泪。被舆论压得喘不过气的佑美，他不想再让车振旭受到任何伤害，也许分开真的是最好的归宿。一直到了清晨，车振旭依旧难以平息心中的波澜，旁边空无一人的座位让他分外感伤，怀念起3年前那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李幼美。正是因为那次偶然的邂逅，他等了他整整3年，但车振旭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信念，即便是再等30年又何妨？只要心中的爱未曾改变，他相信幼美总有一天会回到他的身边。当他再次开车来到母亲的粥店前，看到门口停着的那辆熟悉的自行车，他心中的勇气顿时充盈，终于走进了这个自己徘徊许久却从未踏足的地方。好久不见，车振旭终于重逢了挂心的母亲。妈妈一眼望去，眼泪不自觉地打转。母子俩同坐饭桌，妈妈依旧端上她最爱的鲍鱼粥，看着儿子嘴里吃着粥，眼里泛着泪，妈妈心疼地对振旭说：“昨天那个女孩子来过这里哦，妈妈能看出她真的很爱你，早就从电视上看到了你和幼美的故事，盼望你能勇敢面对自己的爱，别让旁人的眼光变成一生的遗憾。”幼美的妈妈看着女儿那么难过，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愚蠢，感受到幼美承受了那么多不应有的压力，想要弥补自己的过错。她通过直播节目对幼美说：“爱情不分年纪、地位和身份，不要因为别人的议论犹豫不决，一见钟情又如何？只要你爱他，那就去追，把他拥入怀中吧。”虽然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妈妈，但每句话都是发自内心。就连儿时的玩伴都来帮忙，还把摩托车借给了幼美。车振旭收到幼美要来公司的消息时，他在堵车中也乐开了花，一秒都不想多等，直接下车往公司方向跑去。正巧爸爸这时候打来电话，他索性一搏，告诉老爸，他宁可放弃一切也不能失去幼美，因为如果错过他会后悔一生。他一路狂奔，冲向自己的爱情，最终赶到公司的同时听见了幼美的呼唤。他带着满眼的委屈张开双臂，幼美也毫不犹豫地扑进了他的怀抱。两人的甜蜜再次吸引了围观的人群，只是这回不是嘲笑，而是发自心底的祝福。两人的绯闻自此烟消云散，秘密恋情也变成了公开的爱情。他们从相见相识到情缘圆满，虽然等了3年，但不得不说，他们的爱情真是一出急促的爱情浪漫。